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深度解说。你知道吗？在现在这一波 AI 浪潮里，大家都在找寻下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职涯大转型。今天我们要来揭开的就是当今企业在面临 AI 转型时最关键的2个核心角色。如果你正在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把现有的商业专长跟最顶级的技术薪资完美结合，那么今天这份解析绝对会彻底改变你的职涯视野。$238,000，对，你没听错，这就是目前在全球 AI 领域中极度稀缺而且需求量爆表的一个通才职位所能拿到的平均总年薪。说真的，这数字不但直接超越了许多传统的机器学习工程师，更代表了现在的市场到底有多么渴望这种结合技术与商业的混合型神级人才。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幻职位？我们立刻来一探究竟。首先，我们就来聊聊第一部分 AI 核心角色差异，也就是技术与商业的交界点。在企业导入 AI 的战场上其实有2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一边是 AI 应用规划师，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战略总指挥，他们不一定要从零开始亲手写底层程式码，因为他们的重点在于 AI 治理、策略风险控管以及 ROI 评估，负责决定这条路到底该不该走，风险有多高。而另一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前线部署工程师，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FDE。他们是实打实的技术实践者。FDE 必须深入客户端那种混乱的真实环境里，亲手撰写并部署生产级的程式码，确保 AI 系统能真正在前线完美运作。到底什么是 FDE？ 业界有一句超生动的话，是一针见血。如果产品是一辆车， FDE 就是当道路中断时，负责在泥泞中亲手造桥，把车开到客户家门口的人。他们可不是那种舒舒服服坐在冷气房里的工程师哦，他们是解决各种突发状况的急先锋。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让一切在真实世界中动起来。听到这里，如果你心想，哎呀，可是我不是纯 IT 背景出身的耶，先别急着花走。FDE 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高度混血的职位，大概有60%是技术工程没错，但有高达40%的时间，你是在做顾问咨询与问题解决。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本来就有很强的商业敏锐度、专案管理或沟通协调能力，这绝对会变成你转型 FDE 的超大战略优势。既然你已经懂了商业痛点，剩下的就是把技术装备给补齐了。那么接下来的第2部分，我们就来看看跨领域转型学习路径。想拿下这个金饭碗，你必须爬过3座大山。第一步，建立生产级程式能力。不能只会写简单的 Python 脚本哦，你得学会设计 Fast API， 掌握 Docker 容器化技术。接着第2步，掌握 AI 部署的核心架构，像是 RAG 检索增强生成系统、向量资料库，还有 Agent 代理人编排工具。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环，获取真实的部署经验。拜托，千万别再拿网络上的教学玩具专案去面试了。你必须透过微实习之类的方式去解决真实企业的痛点，就亲手处理过真实世界的混乱，面试官才会对你眼睛一亮。练完基本功，第3部分，你需要一个证明实力的关键通行证，也就是 CFDE 国际权威认证。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专门为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认证，由 GSDC 颁发的 CFDE 认证。这个不是单纯考选择题纸上谈兵而已哦，它包含了13个超扎实的核心模组，从生产级 Python 撰写、复杂的 RAG 系统跟代理式系统架构，一路考到客户互动与提案简报。拿到这个认证，等于是直接向业界宣告，我不只能写出超强健的程式码，还能穿上西装，优雅地搞定那些难产的客户。有了实力跟认证，第4部分等着你的就是高压拟真面试实战，科技业最残酷的修罗场。FDE 的面试绝对不是传统那种乖乖在电脑前狂刷演算法题目就好，这是极度考验临场反应的综合实战。
第一关是高度模糊的白板情境题，看你怎么从一团混乱中定义出问题架构。第二关45分钟的生产及Python实战，你要在时间压力下写出有防错机制的 API 来处理又脏又乱的真实资料。第三关呢是商业翻译与范围缩减，面试官会直接扮成不懂技术的客户，你得把深奥的技术限制用白话文讲清楚。当客户提出天马空洞的要求时，还要聪明地缩小专案范围，也就是 de-scoping， 同时还得稳住客户对你的信任。为了让大家体会一下那种压迫感，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面试官现在就坐在你对面，冷冷地抛出一句：某全球物流公司需要一个 AI 代理人来处理延迟出货，请你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设计出一套评估套件，确保系统不会超支，而且达成率要维持在99%。计时开始，你该怎么起手？没错，这种极限施压，就是在极度受限的时间与资源下，把商业需求转化为技术架构。这就是 FDE 每天的日常。撑过地狱级别的面试后，第5部分，我们来解密顶级薪资数据，看看这稀缺人才的庞大财务回报。先前吃的苦头，绝对能换来超乎想象的回报。你看，在 FDE 的发源地 Palantir， 中阶工程师薪资中位数就有21.5万美金。如果去应用型 AI 新创，像是 Databricks 或 Scale AI， 直接跳到25万到34万美金的区间。那如果你够神，打进了最顶尖的 Frontier Labs 前沿实验室，中阶 FDE 的起薪直接就是38.5万美金起跳。就因为兼具了技术与商务咨询的双栖能力， FDE 稳稳占据了 AI 市场里薪酬最优渥的通才宝座。而且我们还没算上最刺激的部分哦。当你在 OpenAI 或 Anthropic 这种全球顶级实验室一路晋升到 L5 或 L6 的 staff 级别时，总薪水轻轻松松就能突破75万美金。最关键的是，这份薪水里面有高达60%到70%是未上市的股权，这代表你的财富不只是现金，而是直接跟全世界最顶尖的 AI 公司绑定，享受那种指数级别的爆发潜力。所以说，对于最顶尖的 FDE 来说，年薪突破100万美金早就是现在进行式了。这个数字可以说是这场职涯大转型的终极圣杯，让这个100万美金的数字在你的脑海里稍微停留一下，这就是现在的市场。为了那些能够在混乱中交付 AI 价值的顶尖人才所开出来的绝对胜价。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解说，我们一路拆解了 FDE 跟 AI 应用规划师的战略差异，梳理了从 Python 到 RAG 架构的学习地图，带大家认识了 CFDE 认证跟高压面试，最后还见证了那超震撼的100万美金薪酬。这条路毫无疑问非常陡峭，充满泥泞，但是山顶的风景绝对是无与伦比的。那么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你，面对这波充满未知跟机遇的 AI 浪潮，你准备好卷起袖子在泥泞中为企业造出那座通往未来的桥梁了吗？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见哦。